节奏。对的，而且北京 WBG 这里搬了月亮河，说不定第2手可以选出来，然后到月亮河那张地图再去选个歌剧。对，就可这个是以追分。这个是合理，因为我先搬后选，就给我。那他这把是直接拿了羊，看看能不能去找到一些突破啊，因为这张地图的羊肯定是厉害的，就是本来我羊可能有一个80的压制力。好，看一下开局捏捏的选择，看到小叶明了，那其实是可以直接追的。当然也会有另一种解法，就是我先逼你救人位，让你救人位没那么好修，我攒点愿力嘛，不然我太早进入追击的话，那救人位早点进入破译。他其实开局已经做到赶了3个人，就是基本上3个人都是在跑的。哎，他预判了一下小叶明会反走，但其实小叶明无所谓啊，密码机被封了，我也去那里站着呗。对。他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，就是密码机求生者不敢修，但他愿力攒得很足。就打一波爆发，看一下这里11也是很敢扛压，路直接抽到了，这样还是比较赚的，可能会留一个伏笔。压力教授，哦有2段一下子交掉飞轮还没好，我的天，3波还没交好，对，3波道具全部交，而且还没有去躲掉这一刀。确实这个面对羊的压力真的很大。是的，闪现直接带走，开局1分钟。对。就是教授这个角色的痛点就在于，他是真的很好骗，而且骗了以后，你这个45秒的中空期没办法拖出来。是，而且这一局可能比以往更劣势的是，大家前期都在拉点，所以密码机还要更慢一些。这个时候大副还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。哎，这波砸了个头，感觉能无伤救，再扛一刀也是 OK 的。这波无伤的话也是挽回了很多的节奏。不扛，选择无伤。那教授鳞片能拖出来吗？拖出来，但是他不选择交，而是选择尽量的化险为夷，倒得离椅子远一点。他很难活出化险为夷时间嘛，因为愿力还是太多了。是，往往反而是因为我想牵制，我又没牵制起来，继续倒遗产，让队友的压力更大，对吧？所以干脆就不牵制了，留到3次牵制。那这个时候我无论倒哪，队友拉开就行了。这一局肯定教授对于求生者的一个阵营来讲的话，就没有办法那么尽量去把资源给他了，就尽量的去保自己的状态，然后让他自己玩嘛。那这里应该也是让11过来，不消耗队友跑图，让他自己再救一波，甚至这个表都不想交了。是，肯定要留着一点道具自己26嘛，然后有个小鳞片，怎么说？直接掏。不管他了，直接不管了。对。这刀打到大副，那就教授得自己再溜一会儿。是，但是你把鳞片给交掉之后，其实也是等于白板。纯白板。而且他这边可以交特别之多，交单向龙把你卡出来，让你没有办法进交互。狗狗也一直卡在交互点，这波感觉是有机会牵制一下的。对，板窗区没有锁住，但是被捏捏骗了身位，没有第2时间能钻回去。那最后2台也是达到了50多，那就看一下捏捏后手的节奏怎么去衔接。他现在的话就没有通到大副嘛，不然他可以直接找大副了。但找大副击倒了以后，最后2台密码机应该也能压好。他现在更多是先把最后1台站住以后去消耗求生者道具，比如说气象的这个空气瓶。是的，因为你其他人都满状态嘛，难抓，但是可以去打一下状态。哇，很准啊！直接去拿到这一刀，而且有被秒的风险啊。是，技能也马上好了。如果说倒遗产的话，是有可能会被踹密码机的。那这个继续拉扯，去瞄这个，好像没有把它拢进去。对，差了一点。但是我通过双龙的一个压力，还是把气象逼在一个很差的位置。翻过去了，还好飞轮补一段。对的，钻远了以后龙消失。11已经在补遗产了，非常大胆。那这样这个怀表必须交，不能倒。还有表，但是堵出来了。主要他这个位置可以切时长，完全可以。一个方向可以走。对，那5秒钟的失乐园一挂，还是要倒遗产机了。或者就是不切，我手上留个技能，因为我知道我能挂在遗产，这个遗产也修不了。你是的，踹不踹差不多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气象没有办法安全的修机啊。一个围龙就是有可能把你传到椅子面前宰了。对对对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修机的这个人被偷袭。经验想给这个先把路给交了，密码机一点压力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说这台密码机不动的话，捏捏就会去管气象了。对他得给这个跛脚羊很大的压力，让跛脚羊管他，
队友才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去破译。 3个人不停的拉扯，但这个节奏对于球上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。直接切市场，快！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70、80了。不，他要直接去追他了。等大副过半吧，其实最好能卡过半，但是大副太耐做了，这波直接杀过去吗？这波肯定是要管气象的，因为他把这边密码机已经踹掉了。那唯一有威胁的就是这个气象学家。看这个风交的不错，第二时间也是完美规避掉了。这波牵制的很好。是的，不过道具已经全部交掉。 还有最后一个天气瓶，没有交出来，没有时间去画。星焰也在给这台大遗产压力，同样的远端也在修。梦师，我不怕被你打。那密码机能压好，这个时候他想打一个顿挫，让压好密码机的这个人过来。而且大副直接贴脸，没道具这样的话你打一刀震慑也能开，省了这个愿力啊。是的。 现在有2个笼子在手上，直接把他们框了过来哦，把气象框了过来，把他秒掉，而且实力在脸上，没错，有点走不掉。这样的话，跟龙能够完成一个双击倒，另外一边的门才刚点，甚至还能摊吗？感觉很难。你2个人挂完以后，门是一定开的。对，求稳的话就算了，单抓算了。他其实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我把这个人挂到独栋，然后再去管门。这个倒地的人我先不管他，但是太拼了。 好像没有那个必要，是，主要是自愈都还在嘛。绝处逢生，一会儿一交，万一有个平局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而且他底牌切过失常了嘛，如果说手上有技能的话是不怕的，对吧？手上有赌注压在前面了，对吧？这一回合必须去多抓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的一个艾维是算是一个杀手锏，一旦队伍先龙骨弓，哎，你要瞄准那就很难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基本上他只能打一个顺发，去挂一下撕裂度。 那你也就意味着你是必须要找弓箭的，因为你不找他的话，看一下前期先往中场去压迫，对守门人有想法啊，也是很常见的，就是艾维喜欢抓救人位，至少闷你一个化险为夷。但这把其实外面用化险为夷是足够的，因为他这个侵略度是可以把守门人从铲子里喷出来的。 说回忆他的牵制思路是选择利用震颤的一个远距离位移去拉开身妹。那身距差不多了，下铲就得好好的去规避这个伊斯人的吼了。对，你还是怕被喷。哎呦，吼到了！那这一刀开得很快，而且还叠加了一下侵蚀度。对，他用本体再给你上40侵蚀度，然后再打一刀。那下一波的一个寄生落地，可能你就要被击倒了。 已经提前切好了满铲。守墓人的话还是很怕这个艾维的，就相对来讲，大副肯定是比守墓人要好溜他很多的。哎呦，还又被你判了，走过去叠加到60以上，那伊斯人再吼就直接给刀了呀。他其实不应该往这里走的，因为哪怕他走到这个接王者的脸上，他只要侵蚀度不大于60，对吧？不到60，他给一刀也无所谓。对啊，而且他是可以做到什么？就是你下波。 寄宿我的时候，我一个震颤，我直接位移出你圈。对，所以说这一波走到脸上的话，真的是有点亏了。是。啊，中场的话也要给到刀，还好有个飞轮，有魔术棒，还行。那等于也是逼了个道具，这样的话可以逼秒救。求生者其实现在压力很大，80多侵蚀度，90多打一刀，交失距没有挡掉，还是被晕住了。那这里还要再接一个路易，还想卡阵还行，起码说这个人。 没有过半，而且化险为夷也是给出来了。那16没吃完闪，26就直接不给你溜了呀。我感觉现在他是可以去用伊斯人摊一下这个木偶石的呀。他应该就考虑到我前期节奏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但是木偶石还是得小心。就以干扰密码机为主。你就2阶一出来的话，可以说是人人自危。这一把就看陶婉和弓箭手有没有操作想法了。 或者得先空调，先套个化险为夷。得操作吧，如果他们想争一下的话，真的得操作。但是现在就在于你2阶的伊斯人，你很难操作啊。操作出来也是一个2阶落地就秒的事儿。难是难，但是得来试一试。是的，劣势博弈是肯定的。哎，打断一波，60侵蚀度，再博弈打一刀还行，把人给救下来，圈一开，桃边拆掉，然后魔术棒躲刀，很漂亮。 争取了守墓人一个下铲的时间，但是他还是比较难去拖很久的。守墓的话，你这个化险为夷时间结束，你这个铲子也要结束了。对，而且走到这个位置，哎，其实可以不打呀，他
他会出产的。他想打他，因为他那个逃片技术好了，他这样传过来的话，又是一个落地秒。对的。先完成一个减员，密码机差的进度也不是很多，不过外面的状态呢比较差，两个半状态，然后只有弓箭手现在能够去扛这波压力。而且魔术师这里是暴露过自己又有飞轮又套了个化险为夷的。知道你魔术师飞轮加化险为夷的一个天赋，可以选择作为一个针对的目标。寄速一下，伊森调过来，然后我再传过去。是侵蚀传送还没好。 先控一下，他可以先把本体拉过去的，对，先把这边的人赶走，然后那边留一个伊斯人。是，一旦有人去补独栋的大遗产，他是可以一个侵蚀落地传送，至少拿一个状态。他其实这边远端这4米机的距离并不远，所以说他来回拉扯的话，他的一个收益点是很高的。嗯，现在其实陶晚安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尽量保住这个满状态。 对，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现在还能救人的位置，他如果再受伤的话，那所有人都是半状态以下，救不了人了。但真九现在的话也是思路很清晰，我就拉成密码机，找机会闪现击倒。对，拖闪现，闪现拿到还是非常稳健的。再传过来，弓箭手交一个飞轮飞走，他想先闪现打残吗？应该是。走路追的话，这个刀还是比较难拿的。哎，被后道打断龙骨弓。是的，交不交闪还是要求稳博弈。 是啊，你本体的哇，切入度已经来到65，看一下这个闪现要不要求，还在升。其实可以果断一点交，但是他侵蚀传送还没好，他可能想的是侵蚀传送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再交，或者说他干脆是想把木偶师击倒。是的，还是有点犹豫吧。但是这波闪现一给的话，那就能把弓箭手给调过来。嗯，而且守住的是最大的遗产83的一个马祖奇。对对对。 求生者虽然说新开了一台，但是他们这边的密码机都是两台相连的。现在真人就反而要把这个木偶师搬走遗产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个半状态的魔术师，我一个侵蚀落地打你一个疲于奔命。对，两边的拉扯，谁修机我抓谁。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掌握到他的位置。在另外一边嘛，这个时候就看魔师的一个选择了，他要不要过来补密码机，对吧？你敢补的话，我就追你；不补的话，你的队友。 就有很大的压力，被平地压迫。是的，弓箭手这边也是补上了2根箭，让他队友能拉开。那现在木偶师的一个角色就是优势就发挥出来了。对，一旦是他下野以后，他就相当于等于是一个满状态，他能救人。但求生者他们现在被逼迫的只能修第7台，那真九他是有很充裕的时间去处理的。再拖一个闪现。对，甚至于说他这个伊斯人还能再压到独栋去。就是我发现你修那台机的话，我也不给你修，因为什么？他 S 版以及甲门这里是有逃片的，他不怕你。哎，这2级落地，木偶师很危险，还好是一个98极限，对，直接冲出去了。其实他一会儿被压迫的急了，他可以交个路易，主动去看监管，把侵蚀度清空。啊，这个确实。真九这里应该是拖下一个闪现，然后感觉想强亮了。对，但弓箭手这里很危险，还好用加速躲掉一刀。 回光返照加速太关键，然后再上一层满箭，哇，很准，熟练度好高啊！陶安这手弓箭手的话，确实是练度拉满啊。嗯，那手上还有一个飞轮加后跳，一弩。对的，板区也在，那很安全，能计算出来还没好。先计算木偶是伊森掉到小门。 然后来回2个门开始控了，对，传过来，但他是保留了一个2级的侵蚀传送。嗯，木偶师状态还算比较健康，他是可以交路易。想落地再秒，陶安能秒吗？秒了，但另外一边的陶片是有 CD 的，求生者这边是可以直接点门。对，传不过去，而且伊斯人跑过去的话，陶片应该被拆掉，门也开了。感觉真九这波决策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着急了？是，那空调的话，就看他能不能来及走门，他有飞轮，他能走，他有飞轮，有魔术棒，主要是陶安他这边是故意卖你一个破绽呀，你敢过来的话，你这边。 是过不去的，是在落地，但是没有2阶的一个侵蚀传送，还是被求生者保住了一个平局。那这样第1回合就由还是投一票杂货商吧，因为这张地图太厉害了。杂货商这张地图的话，它等于是没有盲区啊，但相对来说，飞行家跟古董商前期牵制是比较稳定的，直接被反手逮捕啊，那也是正常追击嘛，反正杂货商也可以像。 那些走地追击一样，就攒点充能。是的，先往小门那边肯定要找一下幸运儿的，
看一下幸运儿第一手的箱子要怎么摸了。是，他从外围直接把他卡在里面，不给他往木屋拉点的一个机会啊。安也不着急，先看一下动向。暴露了，交一个弹射，双弹互换一个护腕，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的。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去给了？角度来说不太适合放藤蔓，切成了一个碎石，再切藤蔓，再炸。蹭窗弹的时候被炸了一下。对。那前面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被藤蔓给咬住啊，不然可能直接一炸一刀秒了。要骗他下板，然后把点破了再交藤蔓，这样命。这里很危险，提前交互腕了，但是哎还好，这个角度躲掉。哇！但同样的身距也拉近了不少。这里再给个碎石，飞轮没有挡掉，这开门天连秒了，秒了。这个飞轮的话，它是交的有点早了。它其实是什么？这个动画跟伤害它是不一样的。很早就能看到你这个动画，但是它需要从地上传一道波动过去，再造成伤害。就是这个碎石，它飞过去要时间嘛。对，它有一个轨迹，它有一个移动轨迹。那这样的话，给到2个碎石，下一个就可以去吸一个藤蔓了。其实你这个手语压力还是有的。是。密码机整体进度也不多，而且手上还有一个移形，不怕被你26起来。星儿双弹飞轮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，那后面也没手上手持物了。这张图幸运还是选中场好，选中场的话能拉点。对，有碎石炸到了，7个藤蔓被定住，要咬一下，这边直接咬住，再给一个碎石秒了，飞轮躲漂亮，但是还是给到了一个双倒。这个飞轮反应的很及时。如果说没有这个飞轮的话，这个人就救不下来了。对，第3棍没有打中，这边直接给一个移形，感觉幸运这边也没有一个26，还是慢翻。但是真正就不着急出刀，还是一个碎石粘住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刚才出刀应该是能打到的，但他求稳，不着急。他怕自己没打到。这样的话，前面那个角度要被碎石给封住路。等下一个板区，等你交互的时候，板口过板炸，多溜了几秒钟，但是一个续刀还是收走。网上这个时候已经被摸起来了。但是还是求者密码机太慢了呀！上一波的一个手椅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啊。看真九下一波能不能继续去把这个雪球滚起来？而且他内心也会记一下郭克这个古董山是没回光返照的。对，因为他是飞轮搏命嘛。是继续开门，攒一下碎石，大幅提前摇表。这一波没藤蔓，炸也没炸到。应该是掏个化险为夷，尽量的把它卖掉，因为你这个碎石有5秒 CD 嘛，其实可以卡这个 CD 去救，但是小心震慑。哦呦，感觉刚刚吓人了一下，还是一个无伤救。对，这个可能给到牵制空间了，一念之间就是一个震慑了。甚至真九刚刚为了手椅交了太多的这个充能啊。是的。碎石跟藤蔓都没了。不过套完这里也很难36了。有飞轮。飞轮躲炸，然后再有没有人来陪跑一下呢？进不了板窗区了。这里的话，一个小短窗，等一个吸藤蔓就好了。应该还是开门。这样的话只能炸一下呀。再跟窗。而且刚才吸藤蔓，这里就直接倒了。重复在这里交互。是，那这个36其实已经很久了，对，已经很成功了。而且这边火刀要来了。过来。那是完全可以牺牲自己的。那这个移形也省不了啊！交移形被打一棍，也是有成瘾症减速，但是又给一棍翻过去了，能抢窗吗？被打断，再抢窗，没有充能了，这里开不了门，赶紧攒出一个充能，但是过客直接踢再过来卡位，过客都用身躯化作了一道城墙。挡住真九前进的道路，那这个时候只能选择宦官的密码机马上压好了。这一波把陶婉婉保活，其实幸运儿也能后无穷啊！而且这个时候求生者密码机已经压好，飞家已经贴换准备救人了，可以让幸运儿去摸箱子或者点门。是，而且你的移形是刚刚交过，已经没有任何底牌去打一个后切，想隔墙去封密码机，但还被飞家的一个悬停给打断。不过这边藤蔓立马锁到飞家，能把他击倒。没关系，有化险为夷，能倒的离一子远一点。你是不可能在开门战的时候去挂他的。千真九现在很忙很急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处理。门已经在点了，他想过去，但是没有移形的话，你过去了就是一个没法回头的路。是的，这个陶婉他想抓，但是他又怕，他怕小门3个人直接走。他这里的话还是想要去管一下小门的2个人。
飞人家你也得处理，把人挂过来。现在这个门的进度已经很多了。他其实可以挂在小门，然后再去想办法击倒过客。同样的，大夫这里应该在分担压力，是的，准备过来救人。主要回忆手上还有一个怀表，他也是不怕你手蚁的。一个藤蔓想直接去找回忆，两边拉扯过去吗？那这样过客是不是能偷人啊？他这个应该是钓鱼吧？这样偷了小门，他没有意识到小门里面有人啊！飞行家已经糟了！这个时候飞行家去点门，古董商想要过来吃一波压力，他是有飞轮的。这个藤蔓给过来能咬住吗？感觉距离不太够。哎，可以极限有飞轮。不，他这控制时间的话你交不出来。交不出来。然后一个一血贴到门口，但门已经出来了。那大夫那边可以稳稳的走3跑。哇，这一局至关重要的3-6最优解了，容错太高了。有可能不带幽闭，因为一般来说你幽闭线路上有个掌控域，这样地图是真没高低差啊，得考虑一下。T 还是很厉害的。选择3连，准备直接抓这个空军。其实这个选点就是，无论你谁3连，他都可以追。3连是虽然很多这个板子吧，但是歌剧它也很好引跃啊，而它可以来回的加。好，看一下前期的一个追击啊，这空军肯定要拉点的。但是歌剧的一个机动性已经很快的接近了它的一个后面，已经拉到红毯了。这里还有个回头动作。那这样的话，翻窗之前有一点风险吗？主要是他没有双弹的，所以说他这个距离还是很难拉开。自带一个嘛。那个有点衰减，对对对。那交互加速的话，还是没有给到太远的一个身距吧。枪是交的比较早。开局能保个40-50秒的无伤，想换追。边11也是没有选择修的，但是还是被看到了吗？没有，看到脚印，但没看到具体的人在哪。是的，这个时候换追是不是有点太伤了？你又换了一个比较有多道具的。他甚至没有换到人，等于说是。哎呦，还断了个关键隐跃。对，然后再交再回溯，找到了位置。想闷花钱为爷。11真的很稳啊，他是一直不修的。这边闪现要敲吗？打被动是不是有点亏啊？很亏，而且他是去前面这个板子要博弈一下，哇，盲抽到了，无视也给到，而且这个没什么作用啊，感觉下一个迷烟炉是拖不出来的。哎，但是听到你交互的一个声音，交回速把你秒了，哇，感官追击，甚至是我不看的，心眼，不靠眼睛，靠心眼，因为你交互有那个爆点嘛。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，而且空军的枪交过了，你很难去保到一个26-36。现在的话，只要打针对这把的一个节奏就是比较偏向于平的。星夜摸了个信号枪，准备应该是一会儿过来陪跑打下团。是的，香水跟枪都在，还有娃娃可以修起，虚刀想逼救，下来。这是很难进到交互点的一个椅子，这波肯定要倒，他主要还是得看第3波，跟上一局的节奏会比较像。歌剧的机动性你也很难去拉开啊，开一波2阶。上到了2挂，求者是必须要把这个人保活的。看一下，第2波依旧可以把自己反到另外一个椅子上，去拖一点时间。这次他选择了障碍物比较多的位置。幸运儿也是用香水去挡掉一刀，想要多卡一会儿，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。那这样选择先给这个密码机压力。是的。而且还不敢救，想要去打一个扛刀，打到最晚，然后再一杆枪开了直接救，怕被针对啊。对啊，开枪啊，开枪就不怕针对了。但这样的话就拉不开很远了，交下迷烟炉有一个出的加速，然后肉身去卡这个隐跃，但是没有卡住，踩板技能也马上好了，看你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。求生者这边也要是这样去挡刀，回速影子2人扛，2人扛，回速回过来，一个悬停打断，悬打断，幸运儿扛到刀了，闪现马上好，已经60了，2个人继续陪跑，
就看这个闪现能不能打到针对了，非常关键。他可以不交，他也可以不交闪，就留到开门战。对对如果是一直扛到开门战的话，开门战之前或者换挂，这个节骨眼换挂。对不换挂的话太危险了。对，这样的话你星儿你没有回光返照，你不敢救。再把娃处理掉所以。说对于球队来讲，现在还挺尴尬的。不过他们可以让桃花大师去吃这个黄返照救人。这样把这个幻影唯一给开出来，然后星儿想贴门。先让队友贴门，对对对，先贴门。做到很极致。哎，可以直接扯吗？哇，椅子可以打椅子了。那密码机还不用亮，还可以再吃一刀再亮。是，哇，这波很赚呀。还不亮吗？他们怕11这个位置被秒，所以要等一下11的吃刀，让11拉开。这样你只要回溯到脸上能打到吗？打到了。到了。不过门那边已经在点了。币啊，这11可以卖自己，然后队友直接点门走，门已经一半了，直接冲小门吧。哦来得及吗？把人挂上80。走地窖。怎么说？这个传送敢不敢直接交？交了，门96、99，一刀，卡住我但是把人打回来，还是打到了星儿，没办法，这个门的路被堵住了。那飞行家在地窖口，他走不了啊，他走不了点大门，而且没有人能救星儿了，哎，可惜就差最后一点儿。哇，当时这个门，如果说他挂人时间要再久一点，这个门就开了。他一个飞轮进门的话，格局是留不住的，但是可惜了。他们可能是防止监管者带了幽闭，所以说想偷到这个化险为夷结束再去亮，但一样有幽闭啊。我觉得就是化险为夷期间直接亮就好。化险为夷时间直接亮，你有20秒，中间20秒的点门时间肯定够了。对呀，倒的离椅子远一些，对吧？你20秒的时间点门，然后再挂人，我肯定能出门。那也是恭喜北京 WBG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。其实捏捏最后开门战传送过去第一时了。最终贝贝先选出了跛脚羊，就看一下这一把在龙井村能不能发挥出效果了。而且求生者这边他们对于星俄的这个安排啊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。现在基本上就2种嘛，小船或者大船，让监管者去堵点，没错，然后看他能不能排到。但是佩佩还是选择去封大船的密码机，我觉得这样的话优势会提升的更多一点。毕竟你大船的人，他至少他要跳下来到船尾那边去破译嘛。对的。然后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小船找星儿。看一下第一个围龙，先攒一点愿力，等到看到了马尾的脚印以后，再选择交这个围龙。马尾这边是许愿了，哎呦，但是这个许愿失败了，变成了一个香水。没错，香水我们知道，基本上2个围龙它是必拿1刀的。对，上来许愿道具肯定是要求许愿那个怀表的，但是这个怀表没能选出来。是。这地方先来一个笼子，想把板架住，8字走位还是没能进去。第一个围龙非常的亏啊。是的，因为那个地形它给卡住了，你让你这个监管者的体型你是没有办法过去的。他想的是第一瞬间能不能把板给架住，让迅儿进不了板。那这里一个穿溶，直接把迅儿给传到小船上了吗？弄得有点难受啊！啊，前期的2个笼子非常的亏啊。那么这密码机一点一点的就拖出来了。再来个围龙，甚至这香水还没有用，强行放个香水拆龙，你怎么办呢？而且前面还能进双11。只能给这1刀了呀。是，前面交了3个笼子，才拿到了马尾1/4的状态，非常的亏。来看一下，密码机其实就能牵制到3台了。因为你下一波再交一个围龙，然后还得用闪现去打倒，这样的话时间就拖了很久了。对，肯定是需要用的这个围龙的。但这个围龙用完之后，你第一时间还能赶不上它的进度。对，毕竟有一个庄园老友疯狂给你拉点，还好现在是双台没好，不然的话可以拉更远。对，距离拉的实在太远了。对佩佩来说，还不知道迅儿有没有飞轮，所以这个闪现也不太敢交。看一下下一波的这个围龙吧，飞轮直接交，好像还能有机会憋个闪，再骗一下。哎，刀躲了。是的。但是最终还是跟着过来打倒。不过在湖景村来讲，牵制3台密码机已经是非常的成功了。对，很够了。毕竟我们看到第4台、第5台都在破译了，而且大副那边他是完全可以破译完再救人，或者说我救完人再补密码机，密码机是够的这一把。就需要这个化险为夷，化险为夷给他掏出来之后，看能不能有个弓箭手或者说什么角色能过来进行一波 OB。看一下吧，这个节奏好像只能想让压满救了。弓箭手好像已经提前贴过来了，
提前贴过来保，然后大副救完人再去破译弓箭手剩下的那台遗产。没错。哎呦，直接交表，这个地方闪现打出了失乐园状态。是的，但是弓箭手也已经救下来了。对，离椅子实在太远了。那边弓箭手掏下来以后，看一下佩佩回去还能来得及找到人吗？这个弓箭其实可以直接打的。龙骨弓我觉得直接射吧，射中了要害部分，说不定人可能都找不到了。还在进行追击，两个围龙。 过来传走，哇，还是很快的寻找到了星娥啊！但是大副那边如果想救人的话，必须要双倒救了，而且第5台密码机是一直没有在动的，反而是状态嘛，没有选择补状态，选择在外边直接新起了一台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半状态来救了，半状态来救。然后如果这时候新修的话，那就有点亏密码机了。上一波的一个 OB 等于完全没有生效。 硬打弓箭手，打弓箭手可能不太赚啊。是这个点位看一下，回去还能不能找到吧？这时大副可以去帮忙扛一下这个状态，没错。然后气象到时候过来也可以进行一波支援。是，毕竟气象最后一台是在大船，他很快就可以赶过来帮忙交强风或者帮忙扛刀了。气象已经来了，这个围龙好像是圈住的是2个人吧？没错，只有1个。哎呦，那还要砸个头啊！这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，强风已经捏好了。没错，气象正在靠近。 2个人一起帮忙扛，传送现在还有个18秒。是的，这点位又是进到一个长板，很难受啊。他想利用这个围龙把这个幸运儿单独给圈在外边去。是的，但是2个队友都在啊，是可以很快速的去帮忙拆掉这些笼子的。大副先倒地，密码机还差20多。 这解决不了啊！你放了半天围龙，你圈不住。哎呦，打到了心眼儿。对，这个地方放龙以后，其实气象学家得第一时间靠过来的。对，没卡到板子中间。对他还在那边拆龙，他得过来帮忙扛这一刀的。那这一下迅娥没有回光返照，所以求生者也只能去直接通电。是，那这样打的是一个3人开门战。那对于佩佩来讲，手上如果可以顺利的秒掉气象的话，还有传送可以拦大门这么一个说法。 郭磊磊这边是捏了一个陈云，是的，第一击云，这个地方跟过去还能拿刀吗？哎呦，气象躲了，是的，一个飞轮，但是迅速再补一个笼子。这边如果说是踩了板子挂着人，那这边的门肯定能开，所以说只能先传送。没错，这里传过来，并没有看到周末的一个走位，好像嗅到了，感觉周末是在中场，所以他选择往中场去排，能拦截到吗？ 手里可以直接交一个笼子，位置非常的近，后撤避弩，但是龙骨弓射空了，能来得及吗？要是跟钻的话就哎呦，但是弹刀了，这一波如果没有弹刀的话是可以拿到的。再过来找，围龙放得很准，但这个刀出的有点太急了。是的，那边可以看到气象也是爬了起来，正在点小门。 佩佩手上的月逆值是够往小门方向赶的，但是时间可能是不太来得及了。只能放一个，现在小门还有一个近8秒就能开了。没错，马上可以放2个卫龙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在门口把人拦下来。卫龙底鼓的放，再放一次。哎呦，拦到了！那这样还能去挂？是的，而且这个位置是直接就有椅子的，往回举。大副那边应该也是不敢出来偷人的。 大副不敢过来，大副要过来的话就会变成一个4抓了。是的，那这样在第1局的上半场，佩佩先拿到了一个3抓。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最后的那波扛刀没扛到吧？对，气象当时如果说不去拆那个围龙，而是看到跛脚羊放龙的一瞬间，你就往幸运儿里，可能说你只需要点一点，但现在点一点的话，它的持续时间变短了，那么可能说很多监管者就放弃了这个天赋。但我觉得。 有这个天赋，他的拦截手影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，大概率是可以预判出救人位要从哪个方向过来。是，主要杂货商这个角色他可能都不需要这个东西，他就我只需要在椅子面前，我给你放个藤蔓，对吧？我就给你捆住，捆着大船，它不是特别好走，你也不一定能排到。是的，是一个逆向思维嘛。嗯，之前很多时候都是把冒险家放在一个小船的位置。是。那这样的话，冒险家在大船上，他其实不太怕被封禁的。对，因为他开局他是可以直接去寻找自己的一个。 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去往了小木屋，打算把飞行家的这个化险为夷给他吞掉。是的，但是飞行家这里是可以直接飞甲板的，他有一个很强势的拉点能力。飞甲板的话，第一波的一个追击就会被拖延很久。现在有个藤蔓，这个藤蔓要不要直接先用呢？不用。绕了一下，好像是想声东击西去找冒险家吗？
他是顺路看了一下冒险家的一个方向，但这个走位不太像啊，歇了2个藤蔓。难道是想对大副出手？这里看一下，我表摇到了藤蔓的一个预判，想往双11里面钻，那只能换人了。没错，木偶。毛毛的位置不是特别好啊，这个地方可能要被逼出去了。要不先吸一下墙底吧？不吸吗？这里可以开个门。对，吸一下墙底这边有一个碎石。然后等到双弹的加速结束以后，再用一个碎石交易，这压力就有点大了。直接选择出刀。这里技能捏得很稳啊。藤蔓再一缠住，对，然后看一下能秒吗？这里是用一个石具顶掉了一个藤蔓的控制。这刀要不打了吧？我觉得打了其实也跑不远。对他打了的话，你也只能在双11里面待着。对，这个地方想骗，把石具给骗出来。那路易时间快过了，还有一个碎石。哎呦，马上要交闪。是的。如果说是刚刚那一刀打了，其实他这个人并没有办法能拉得更远，他其实还可以把他加入在双11的。没错。多一点存在感，其实我都是比较好。不过现在大副的压力就来了，而且这一把开局来讲，密码机不是特别多，飞行家是被干扰的，他往大船跑，然后又回到海边破译。是的，阿乐这波守人了，能不能守得好一点？所以冉维是交出了自己的第2个怀表啊，他是绝对接受不了这个大副被无伤救的。道具交的比较快，再摇一段，看一下这个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充裕。直接出刀了，人掏下来，再摇第3段表。再打个木偶，是，可以看到冒险家那边是刚破译完一台密码机啊，看一下下一波 TE 这边怎么安排吧。有2种打法嘛，就要么让飞行家过来上化险为夷，要么就是冒险家过来不上化险为夷，让他可以交出第2次入役。其实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再过来给个化险为夷。把时间给拖够。对，因为你现在大副已经是没有道具了，并且他是个半状态，很有可能他就是下一个节奏点。你外边就算一个飞行家，他的牵制其实面对一个杂货商，他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。最好还是过来给一个化险为夷。而且这一波大副被通缉到了，如果说飞行家过来救人，上到这个20秒的化险为夷，大副那台密码机可以开掉，然后再去翻一个箱子的。但就可不能说是被震慑呀。这个碎石没有命中。哦呦，阿乐还是想搏一下震慑的，对。对，李宝也非常稳啊，没有做那种掏的动作。碎石先炸一波，没错。所以找机会再来一个藤蔓，看一下真人交易。对，应该是得打倒在海边了。是的。此时场上的密码机是接近4台半左右，就差半台了。因为冒险家现在的话有一个近半台的一个树叶嘛。是的。对阿乐来讲，想要去争多，下一波可能得找机会通缉到冒险家。通缉到冒险家，然后迅速把他秒了，哎，还真是。那这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寻找到这个冒险家，把他鼠野给吞了，他是还有一点机会的。不敢去了，但他选择往角落去，因为通缉时间到了。对，因为2个救人位他其实都是半状态。大副刚才开的是双11方向的密码机，如果说他能够去排到这个大副，把他给处理了也还行。下一波是可以传送去守住那个密码机边上那个半状态的救人位的。他只要现在能击倒一个挂到门口附近，不管是小门还是在大门，这个局面他就能去争一波3抓。是，这边一直是神坠给到了中场的一个耳鸣啊。大副这边摸的道具并不是很好，摸了一瓶香水，半状态摸香水，而且这个地方好像往脸上靠了，看一下，得藏啊，脚印应该是能排到的。冉维的胆子有点大了，看一下这个藤蔓，应该距离是不太够的。香水其实现在最好就别用了，因为你用了也是会倒地。没错。点走还要用吗？用了自己的点位，其实还是很尴尬。是的。但是这一波藤蔓命中吗？卡住了，换装前命中了，一刀击倒，密码机还是不太够。对。所以就是我说的，你这个藤蔓不是，就是你这个香水，其实还不如不用，对吧？你留着给了自己的后期，救下来之后，你下来星血还能利用到这个香水，浪费到监管者一些时间。可以去小船那边进行一个跳楼箱嘛？对，就或许呢，对吧？总会能给自己多一些机会。看一下，炸到了，命中了1次。再拖下一波碎石的 CD， 这个藤蔓捆住。这捆的有点急了。飞轮顶掉了这个碎石，他前面没有控到啊，没有控到他就松掉了那个藤蔓。再来一波，直接掏，针对到大副。这个距离来讲，手上有闪现，选择回身去处理冒险家，但是冒险家的位置还行啊。
这里想快速秒掉神坠的话，可能得交闪了。最好是能省着，如果能省的话，他这个局面是能争3的。是的，但是感觉是不太好省的这个地方。翻了过来，慢翻，这那还行，闪现是省下来了，而且求生者那边是没有人贴门，而且的低爆的一个位置好像有机会被看到吗？暂时还没有触发耳鸣，位置是比较远的。他往那边走3步，其实就能判断到这个耳鸣了。对，还差2步，再往那边走2步，其实差够了。 1步。哎，有了，这样应该就是有了。他看到了，他前面挂人的时候看到了，应该，所以很果断的交出了这个藤蔓。那这一波应该是要找机会飞一下甲板，哎，没有选择往甲板上飞，哎，他选择去救人，但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难救人的，毕竟有藤蔓的存在。他想要去硬拖时间，拖到那边的小门去开。可能下一个背包有机会拖好吗？第2段、第3段没有机会，要在椅子面前被拦住了。是的，藤蔓一控住，直接1刀直接击倒。那这样也是完成了一波3抓，第一局互相保平了，属于。没错，还是有点比较没想到吧？对，这一局整体看下来的话，就是从这个天赋或者说这种特质上去下手。觉得窥视者会好一点，因为你想想啊，你如果没有窥视者的话，咒术师到时候过来保人。一会儿他那个人就交了绝处逢生起来了，那你可能说有个窥视者，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咒术师。是的，反正他的周围一定是离不开这个咒术师的。就不管是手追他，还是说防止 OB， 那本身树大门的守墓人、废墟的园丁，以及3连人皇方向的一个气象，是一个10字悬点。这个10字悬点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去找这个园丁。或者说还是要进医院看一看呢？先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大房，还是想找一下这个咒术吗？朝着医院去尝试一下，难道是想拦到守墓人的一个方向去？哦，他或许是想找这个气象，但是气象绝对不可能进行破译啊！人皇点位太危险了。说看到守墓人掉头就走，气象哪怕小木的密码机被封锁了，他也是没想偷袭吗？偷袭不了。是的，他只是想吓他，但是你来到这里，那只能就是说硬追这个气象了。对。毕竟气象在前期还是比较好突破的一个角色，藏了很久啊，安乐还能真的接受得了吗？我感觉他接受不了了，想要转头再去换追这个废墟。这个点去就很尴尬，因为园丁的盾还没有到消的时候。这个密码机自己其实属于是逛了有点久了，而且愿力值早就已经满了，这波是挺浪费的。想这里可以来一个单向围容吗？没交。安乐这边其实是亏了很多的。哎，这个围龙放的有点失误，首先就有点问题了。而且废墟这个地形确实是很难释放这个围容的。对，人往朝着最内侧去使用一个单向围容会好拿刀一点。但对于他来讲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园丁他只是一个单化小位移，并没有什么飞轮这种牵制天赋，刀出的有点急。是的，再跟钻，也拿到了1刀，手上闪现也是好了，但是对于离爆来讲，刚刚这个盾好像只是卡了一半啊。这边可以续出来吗？再骗，等原地生成。要不把它直接放了吧？放了之后直接原地生成盾吧。我总感觉这样容易出事啊，就是容易出现这种事啊。是的，他一直在等，他想的是你不放围容，那我被你拿平地刀是没有关系的。对呀，但是他一直在等的这段时间，你这个盾，那个盾一直是从0开始的一个盾。没错，他的第一刀并不是说是你战盾生成的时候被打，对吧？没有办法直接去延续到上一次。第一刀你是在钻龙的时候被打的。是的，他好像是自己移动了，导致那个盾并没有生成出来。看一下冉维的这波救人，先拿1刀再拆龙，可以再放一个笼子拦1刀。是的，密码机现在已经是很多了，但现在也需要咒术师过来帮忙才行。哎呦，这个点位笼子还被拆掉了，那就有点亏了。咒术师能来一下吗？如果说是咒术师能来，耽误一下监管者的时间，这一局密码机其实就够了。对，咒术师的位置是在大门的，应该是准备贴过来稍微拖一下了。想亚满再救一次，亚满救来，到时候再进行 OB。只要能辅助帮上忙，这一局现在就差那个气象的密码机。是的，一个围容直接围上。是的，那这个点位要往女神像的方向去靠，好像跟不太上啊。是的，不太有机会能够垫下来了。他不是为了去干扰这个密码机，他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是为了躲避这个咒术师。是的，你如果说是硬挂大门右的话，这个咒术师一定能给他垫下来，甚至还有机会能帮他扛到刀。没错。猫猫这波虽然没 OB 下来，但是也是影响到了阿乐的一个挂人，让他白走了很远。对，让他
白走了很远的一段距离。没关系的，毛毛这边的话是能接受，因为你现在拿了刀之后，我在后边 OB 你的时间就更长了。我说不定一会儿上椅子上架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有3层喉了。对，但是现在的话不能再吃这一刀了。你如果说是提前吃这一刀，后边你就是一刀直接倒地。对，看一下这不能波救人，被震慑。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健康，毕竟对园丁是比较能做的。还有个6、7秒，守门人现在已经是破译完了，快点！哎呦震慑了！完了，好像来不及了，这里这守门人都已经过来了，但是还是没能赶上见李宝最后一面。那这里挂回废墟。现在场上3个人，密码机虽然已经压好，但是对于穷者来讲绝对是亏的。再拿一刀，但最好是不要再追咒术师了，因为咒术师手上的话有3套，你追他肯定是变成一个平局。没错最好现在的话就是追这个冉维，把土逼掉，先把大房给关住，对让守门人有机会能够转进大房。看能不能秒。这里再放一个围龙，不能让他进板，也不能让他进楼。是拦住了，是的，这个土直接打出来，不管了。一刀。是的，这个点位选择直接拆龙，那这样的话贴不到门口啊，只能在外面去牵制了。不管了，现在直接击倒，击倒了之后直接切传送。现在的话不能挂他，你挂了他，这个局面肯定是平局，直接传送。他不敢传，他怕那边咒术师有3层喉，所以他可能想的还不是传，那这局面就肯定是平局了。对，还是想着保个平好。你知道吧？为什么不敢传呢？因为脸上是地窖，是的，脸上是地窖。如果说他传过去那边被，但是圣心院这张地图还是有点危险的。我觉得对于佩佩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是的，应该是正常的带闪现吧。能不能快速的把人给秒掉，就非常的关键。带个插眼，然后或者说影响一下对面求生者。或者说带个兴奋去对针对一下这个古董商。是的，选点的话也是选到了古董商的附近啊，下面是火灾，把对飞行家给放到了大房。那会不会飞行家是那个带化形为的人？是的，他这样选点应该是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。好，看一下下层画面，是的，但是马尾那边也是往女神像的方向去拉，磊磊来到脸上了，那感觉可以管磊磊啊，磊磊位置不是很好啊。人皇直接往脸上走，那不追你追谁呀？哇，这自告奋勇啊，请缨了。但是这有你这个地方点太大了，你这个地方其实不太应该出来的，对因为你直接出来是什么一个情况？10秒钟直接进入追击节奏，是的，有点快。这气囊也是第一时间用掉，废墟那边的话也不拉点了，直接原地进行破译。对，就等于说让求生者这里，他少了一个马拉松的这么一个时间，对于是的佩佩来讲是很能接受的。一开始本来求生者都会进行一波拉点，或者说是躲藏，这里再用一个等外好来得及勾吗？哎，不过这里尝失误没弹了，好。对他没有弹出去，他是卡在了这个气囊后面。是的，给自己弹到墙壁里去了。哎呦，这个门还好门给自己救了一命。对也是比较难受啊。是的佩佩想选择一波反绕，这波反绕反而是亏了很多的身位啊。没错，这也在预判。再开一个门，但是磊磊的身位已经来到了人皇的位置，是的，手上一个充能，应该准备交藤万了。虽然交易完，磊磊再交一个气囊，再弹。但是弹的距离拉的不是特别远，还是能够还好跟上用闪现打倒的。但是没有一个闪现距离。哎，逃脱大师过来帮忙，给到了一个烟墙。这个点位感觉不用交闪了。飞轮哦，那还是要被逼闪。飞行家是的，飞行家这一波如果说出来帮忙扛刀的话，那基本上这个火灾就活了，可以进大房进行一波牵制了。刚刚那一波没有把鸟笼的灭马机吸一下吗？我感觉吸一下比较好。吸一下的话顺能让手的事嘛。对，你这里吸完之后能让这个鸟笼灭马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起掉，是能浪费到求生者时间。这里挂到了3板，但是换位又给换到了人皇密码机的一个位置。看一下狮子的这波救人，那吸，佩佩现在的话想打一波手椅，让他救不下来，所以这个人得提早贴了。是的，这个点被动打出来，震了一下，不太好说哎，再加一个滚，藤冠再绑，但淘汰进度还是有一火。啊，可惜还是没能过半啊。出刀也是有点急了，其实当时还有个几秒钟才会过半的。这藤蔓在缠住，直接打，那磊磊手上也没有道具了。对于熊者来讲，第4台、第5台密码机也在破译中。前期的第一波牵制，其实牵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，棋子是有机会够的。因为还有个古董商的存在。对，就如果说这一波
拖的时间够好的话，飞行家来救一下，然后古董商还能稍微 OB 一下，密码机节奏是有机会够的。这个转移术还可以再用，给它转移到外边一点点。是的，不能让飞行家这边救人救得太远。太有压力。对。 而且可以看到马尾那边的密码机是多的呀，70的一个密码机，是救下以后，古董商是可以过来 OB 的。接下来直接往古董商那边跑就行了。一个藤蔓先控住，想让他救不下来吗？应该还是能救啊，比较难吧，因为距离还是比较近的。如果说扛是扛到了一刀，那这里应该会继续保进小木屋。对，只要能保到小木屋的话，古董商还能来帮。因为前面小木屋的板子是还在的，先吸了一口，控到了，先点刺，这2个机关消，再接个扫视，密码机也只有70多了。不错，开个门，肥胖牛，是的。你虽然创造了一个门，但是我们也有自动门，直接给你封上。那这个点位密码机是马上就要够了，就算藤蔓拉到，密码机也是可以压好的，而且距离还不太够，没有压到。哎呦，这里气囊还当时没有踩掉，没有打掉的。像正倒压起身了这一波，那磊磊看一下怎么找机会。他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开了。你要是说是敢直接丢这个藤蔓的话，那现在古董商可以直接上场了。古董商来了吗？没帮吗？但是距离不够，窗是可以翻下去的。那这样就还好。不过这里的牵制位置，古董商不能贴小门啊。是的，古董商点门是会比较慢的。对，所以最好是去找队友汇合一下。这里7的位置哦，刚好还行，碰到了还行。不过这边拐弯没拐好啊，哎，还行，他是为了假装没拐好吗？然后骗磊磊翻过来，直接取消了藤蔓，一刀带走。他就是没有办法转得过来。但是门好像差一点点啊，他这波传送过去是有机会拦住古董商的。古董商选择进了一个大房。那看一下还来得及排吗？有人向地叫，没错，那边一冲，现在手上也没有能量吧？有吗？但应该也拦不住了。是的。反而是 GW 战队在对面选图的情况下率先破冰。对的，太怕扛刀了，我只能说这种太怕扛刀了。你要是喧嚣的话，你说想扛刀，我一个双人惊喜是不是有机会2个人都覆盖？但是记录员他是很怕被扛刀的人交一个鳞片给弹走的，对，会断很多的。这一局可能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，直接全部倒。还是容错率嘛？对，打喧嚣的容错率更低啊，打记录员的容错率这个阵容是非常高的，有人失误都有机会能够扳回来。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脸上一个邮差加一个画家，记录员选的位置非常的对，就看开家直接冲着小木屋去，马尾那边的邮差利用双弹先往大房拉点，就是比较公式化的一个开局。对，直接进大房，这样监魂者就只能就是说先去记录这个翻窗了。是的，而且苏打这把开局是没有带闪现，终结能力也会比较弱。虽然说确实有一定的应对马拉松的能力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更需要有终结能力会舒服一点。这样追击的话，只能就是说是去等移形了。这里马尾再次拉回到了小木屋，手上的狗还没有放，有一波卡斯野拐角狗的机会。这个窗弹线能不能用得出来？前面应该会有个抢窗，哦，提前放狗不让你抢，那就再拉点。不过这里好像是有点浪费到这个窗弹线了。是他第一时间没有往外拉，其实第一时间往人网跑的话是不怕被反绕身位的。对。监护者这边进行一波反绕，所以说只能现在拉了一个小门。小门有人能进行帮忙吗？好像没有吧。里面还在卡着这个狩猎本能，而且知道你的狗已经已经交过了，这个地方吃一刀也没有太好的地方转了。吃一刀，但旁边好像是个磊磊，磊磊现在的话想吸化，但是吸不了，视野不够。错。哎，前面是一个记录刀吗？还是想去堵一下那个窗户？这里一刀直接吃了移形，暂时先不要交，等一等，让他把这个画放出来之后，吃完画再交。对，哎，直接交，他很有自信，不去看到这幅画吗？那这样回头我直接放一幅画，你这个移形不就废了吗？是的，而且还能够成功把邮差给保进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，想回头追磊磊。磊磊有飞轮，有鳞片，再加上还有幅画，怎么追呢？这个板子一波记录，提前交飞轮补距离翻窗。这里感觉很拼啊！这一磊磊这个飞轮，如果说他还有一个抢窗的话，那他还是要倒在这个窗前的。对的，有一个鳞片，博弈了一下，也是成功被骗了出来。李基岛其实还可以让佣兵来救，佣兵救了之后不用帮他扛刀，让他自己人就放画就行。但是画第2幅是还没有画出来，
这波的击倒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，就换挂完以后，对，就看外面的穷者的一个破译情况如何了。救下来大概这幅画就画的差不多了。这邮差一直没有给信啊，是想留到画家下来以后让他签字吗？应该是想给到一个帮忙签字的辅助信。在躲。啊，密码机现在其实还差一些的，由于在外边一直在干扰。而且本身画家也不太害怕在椅子上待嘛。是。再等一下狮子做个救援。OK， 想帮忙卡位吗？也可以，堵住位置。直接逼你换挂了。对。行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人再去进行计算。哎呦，这一波走的一个方向，其实并没有走很远啊。舒达是有意识的去看到了有画家走的一个位置，但是选择回头换人。先挂佣兵，挂完佣兵之后，如果说能给到机会看到这两个人的位置，直接移形移到他们脸上再进行对击。看一下，这两个人现在必须要互补一下状态，邮差跟画家。不过这把他是没有携带通缉啊，对，所以是没法看到这个画家的一个点位。现在就是说两个人把状态补好之后，再过来陆续去打团，画家来去帮这个佣兵，或者说是有可能去帮到这个教授。是的，反正这一波换挂求生者是很舒服的，救下来的话，佣兵是肯定能够2-6的。是的，因为他还有3个护腕。哎，这个鳞片没能捡到，转头再抓教授。教授技能还在。是骗掉了一波，第二波，哎呦，周末很自信是往回走，我知道你要回头，我去跟着你回头来弹你这一波刀。对的，这里再去抓这个教授，教授现在能翻过来吗？被抢窗，没错，毕竟窗户被抢了，但是再次换挂的话，穷者那边已经调整好了2个满状态的人，邮差是可以过来救人的，邮差救完人再放一只狗，教授甚至有可能2-6起来。是。那救下来之后，画家就得帮他扛刀了。就挂到了小门这个方向，前面给了一只狗啊，也是刷新一下自己身上的信件。这里密码机得一直锁住，得一直锁住那个57%的。是的，那小木屋那台开掉了，这样的话让画家来救，放一幅画的话，其实教授也是有很大的牵制空间。对，一直在干扰小木屋的密码机。这刀我觉得不如就直接出了。对，哦呦，想打震慑。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野吧，然后利用看画的时间替换掉了自己的插刀时间。外边密码机现在已经进入到80%了，但是小木屋好像再次被锁住了。剑还在。哦，非常精准的一个技能释放。那边可以看到队友也直接跑去小木屋，准备2个人进行破译了。对于周末非常的信任，想切闪怎么说？这时候切闪，切闪过来放了一个记录。那这个点位，教授飞轮怎么说？哎呦，不行，把这个刀器全躲了。是的，外密码机现在已经是97、8了，马上能压。其实现在的话就可以直接亮掉，再抢一波窗，强行翻过去可以通电。但是对于苏打来讲，手上的记录次数已经不够了，就算能看门，也只能看看而已。这怎么办呢？这里在盖板，苏打现在接近不了。没错，底牌也已经交了，抬了一个板子，但是把记录交到了教授身上。那2个门都在点，看一下地窖的一个位置，还好是不在墓地。如果说是在墓地，甚至有可能争到一个4人4跑。因为教授身上的鳞片马上就要好了。啊，佣兵现在有可能会过来帮忙扛刀，满状态好了，满状态的佣兵马上来，在大推。这刀只要能扛到的话就走了。感觉得先记录一个出刀，然后去逼一下身位。这么说，逼到佣兵，大佣兵弹到了，这个刀打到了，哇！周末太神了，周末。本来是佣兵来帮他扛刀的，他反应很快，佣兵半状态，他立刻回头，再用自己的鳞片弹到了记录员一波。这一波实在是让人2-6起来的，阵容就是张狂满地，然后移形还是兴奋呢？不太兴奋。兴奋的话防撞救，然后防你就前期追击可以用得上一次，然后你如果说撞救的话，我也可以用得上一次。我是担心在哪里，就是你如果不带兴奋就怕这个弓箭手场，那么这个化险为夷，弓箭手应该会去携带一个，可能是飞轮加化险为夷。是，毕竟他们要4跑的话，一个化险为夷肯定是不够的。对，然后前锋这边应该是一个单飞轮，然后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小门地窖找这个勘探员。是的，是慢慢的贴近中场。
邦邦其实还蛮好找，哎，没看到，玩邦邦的都这样，纯血邦邦。是这个点位，猫猫也是提前拉到了花园，但还行，身位不算掉的太多。对阿乐来讲，也是前面耳鸣断了，所以迷途知返啊，立刻赶上了节奏。这里艾鱼想再卡一波光，哦，想要直接回头换追，但这是个前锋啊。对，其实邦邦还是不太好处理前锋的，先用几个5秒雷封一下走位，那这波2连雷得连上了。没有炸到，前期浪费了3个雷，并没有拿到伤害。这球其实可以小拉一波。要拉吗？还不拉？所以他可能没有算到是5秒雷，所以被封到了位置。懒得直接下，拉一波小球。但是这个位置的话会有点尴尬。对他为什么往右边拉呀？往右边拉的话，右边只有一块死亡板了。哇，他也是没有想到，监管者一直放的是个5秒雷，一直在放5秒雷啊。是的，2雷直接炸到。是的，这个点位有点太尴尬了，这个球可能要浪费的更多。是。再往外逼，外面的板子已经不是特别多了。是，需要再拉球。一个飞轮规避掉一波单雷。光靠飞轮的话还是不够的，还得再拉球才行。这个窗户有闪现的机会吗？没有交，哎呦，还是交了。是的，一个3连雷铺满，然后闪现击倒。是，其实我觉得那一波飞轮是不太需要交的，因为当时是一个5秒的单雷架在了板口。对，其实拉球就好了。只要拉球的话，然后到最后再用这个飞轮去规避这个炸弹，其实会更好。是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讲，可能觉得是需要4跑嘛，需要4跑的话，想省点道具。那对于前锋来讲，不上蚁的话，我觉得是最好的，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邦邦啊，你上蚁可能说一波救人就万劫不复了。这里的救援需要2个人过来进行一波配合。说，你给到压力了，猫猫的勘探员也在后面看着了。是，这里炸到了弓箭手一刀，弓箭手不敢救，2个人都不敢救，最后还是卡了一波半，把前锋掏了下来，但弓箭手倒了。这样状态换的太多了。是，这个点位不先处理前锋吗？勘探员得接着帮忙，弓箭手不能第一时间摸。等，这里又把视野给看丢了，前锋绕出去了。对他还以为还在里面。遥控雷，接个遥控雷够长吗？够的，连续补了2颗。哎呦！打下来之后能再吸吗？吸不了。举一个人2个人 OB。对于求生者来讲，只有一个迅儿是在外面破译的，这不能让他顺利的上2挂呀。挂上了吗？居然还是挂上了。是的。那这2个人过来 OB 就没有打出来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对，因为你花的是2个人的时间啊，你这个时间并没有拖到2倍以上。对的。信宇儿也来了，那就有点亏了。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机械傀儡在外面了。这信宇儿是手里只有一把信号枪啊，这个信号枪。其实再多一个手电筒会更好。遥控雷并没有摇到，比较可惜。但是这波手蚁还是很有压力的，直接选择交枪。外面2个人也是稍微调整了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样子帮倒地 OB 吗？这倒地 OB， 你这几个角色其实他还是不好帮忙啊，保活人会更好啊。对你提前帮忙控一下，远远的吸一波或者远远的射个龙骨弓，感觉会更好。勘探员这边在经历狂轰滥炸，看一下前锋的一个位置。哎呦，勘探员也倒了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隔窗 OB 的机会，想卡一下身位，看一下怎么说，直接切成兴奋。是的，兴奋直接去牵到个墓地，而且还能够续上猫猫的一波节奏啊！这里挂飞完前锋以后，先完成个淘汰。我感觉 TE 还是出现一个老问题，就是他们的打架打得很凶，但是你打出来半天都没有一点点的收益，没有效果。是的，是的。只能说，确实被防住了吧？被防住了。这把如果说监管者是一个喧嚣，你觉得会不会更好 OB 一点呢？而且他喧嚣也没法去直接换追这个前锋了，那你会难追一点。勘探员跟弓箭手，你既然拿出来了，那么你就要去保住一个活人前置。你比如说他下来了，我就要过去吸一个磁铁，让他下来有一个很好的身位，或者说能保住他这个状态。结果呢，你那2个人过去直接互补状态去了，你让前锋自己一个人保着那个残状态在那里进行牵制，你怎么牵制得了？对，因为他们的一个控制怎么说都是比较短的一个控制。就如果说你把人控下来了，邦他可以用雷去造成伤害。对。就你2个人过来，你是为了保住这个前锋的，你不是说你2个人跑掉啊？对，哎，这一波2连，哎呦，扑雷扑得非常好，但是有一个回光返照，直接把人
还是掏了下来，星云最终倒地，这里有没有机会继续补上3点雷？这里来一个大吸，但是你点位跑不开。是的，你就算控到了他，但是有一颗雷夹着，也不太敢走。勘探员只有最后的一下1/4的状态了，点位还是被掐住，差一颗雷，跑不了，下一关自己也取不出来。是的，而且队友来摸星云儿，这个点位可以把勘探员再次挂上，再去管队友，管往脸上走，打到也就打到了。可以预没关系判那波放下来，有一个后撤避弩，但兴奋已经好了。这个点位能挂上不？93，非常的极限。强行把这个撕裂值给它破了，而且2个求生者都没有去点门啊，是没有这个时间。对阿乐来讲还有一个争3的机会。看一下远程的雷，应该是不太好架住这边弓箭手的一个位置了。是神锤现在的话只有个避弩了，你现在这个避弩没有办法去跑到这个门口。哦但是阿乐如果直接管门的话，有机会能够拦住的，这个门点不开。现在求生者想走一个是可以的，毕竟他的技能已经切成了兴奋，但是李宝这个位置其实就不太好走了。2连雷，我感觉阿乐的一个个人特色是什么呢？他喜欢用5秒雷去封走位，对，然后让你去分不清我地上哪些是5秒，哪些是2秒，最后再用那个前面的5秒雷去连上来给到伤害。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连招。哎，阿乐怎么感觉好像是猜到了？猜到了，应该猜到了，不然他不会对着这里封雷的呀。那现在神坠也不太好走了，因为他如果前面去点大门的话是能走一个的，是的，但是没有点的话，这一波可能就是要被留在原地了。再完成个击倒，这样呢也是完成了一波4抓。那么恭喜 GW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那今天他们这个求生者是打的真的是很好，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个运营啊，或者说是包括那种打团效果，其实都上面我觉得还是挺有说法的。没错，就小丑其实很多人都不敢说他就是一个稳双刀的手椅角色，他基本上手椅上面是大概率稳定拿双刀的。其实比较好去拿到这个双倒的节奏，对对对，然后你下来的人其实也很难进行下一步的牵制，除非说你真的有个人保得特别好才行。如果说单靠个人牵制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乏力。其实相对来说，你前期教授跟幸运儿也是可以去自保一下了，而且也是给到了幸运儿先去翻箱子的时间，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去抓了。莫武师的话不太好抓，莫武师他毕竟……好，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先占小房，首先就不让你莫武师有一个开局的安全点嘛，然后这边捡自己的无限推，然后再去排点位。看一下夕阳梦首追的目标是要摆在谁身上了？感觉是有点想要去试一下无心。要找大副吗？找无心的话，其实他是得平地先逼不过去的。对，但这个点位来说，其实大副的位置是最好牵制的。这边应该是逼他翻下，然后前面的话双袭的双板，看一下无心怎么去博弈了。是的，但这个点的话是可以稳定进板的。对，压迫要翻窗，但是还是同样踹这个板，先交怀表，就把这个2个短板给破掉。哎，但无心这边是选择绕出去，那看一下怀表的话，能不能在空地去扭掉第2段摇到，还是能强行进板？这样的话得换了。换过来的话是卡梦，一个香水先放出来。不错，手上的话还有个机械傀儡，啊，飞轮的 CD 也好了。感觉有点想要去换赤红了。对，还是得找教授。我觉得这个角色上面的话，教授是比较好去突破的，就需要博弈这个飞轮的一个问题。那直接给到1句，然后教授这边还没带飞轮。对他这把的话带的是一个化险为夷，而且点位上面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去牵制小丑，一会儿闪现好了有闪现身位的话是可以直接秒的。闪狙就行了。看一下这边想预判回头了，但这边的话直接拉锯直接倒，就根本没有反制空间，对吧？那这样子倒地之后，但外围的密码机因为前期香木这边是找了一下大副嘛，然后又换了一下幸运儿。对进度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我觉得。而且小丑的话，其实他是比较吃求生者那边不敢修，对，然后去抓住密码机慢的这个机会，但求生者这把的话是都敢修，而且外面的话其实幸运儿也还有一个机械傀儡。对的。但如果做这一波救人，我觉得是压满救会比较好，压满救或者说不救，让他这个2阶开的比较晚一些，然后外围的话还能再去规避一个无限狙。是选择让卡梦过来去卡着，起码他过来卡的话，其实是可以让外围的娃娃继续修密码机，然后自己在大船上面也可以再去修一会儿。
看夏无梦这个点位，也不太敢去放开走掉。啊，2楼密码机动了，有声音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往上去赶一下。但是他的话其实也是知道，如果你这样子追的一个走位，他也是会直接下来的，对所以他也并没有离开这个地下室口。就我觉得不救就挺好，不救的话不让你开2阶，对吧？而且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去救，反正你又救不活。是的，不开2阶的话，其实你1阶距拉起来你是特别难受的。啊，外围密码机的话，其实已经来到最后2个半台了。大船这边是有一台遗产，但外围的话同样也可以新开1台。密码机的话确实是掉的比较快一些，直接顶点上，但这边的话是直接自己断了一个距，选择回箱，感觉是可以直接走掉，不用回箱。有一刀没有打到，前面的话1秒钟无限锯子好了，直接下板。那其实这个牵制下去的话，已经是冲着快好了，就差半台密码机。一个慢翻好像是给到一个震慑了。这样打的话，幸运儿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是的，你得把这一波的问题考虑进去。我觉得对于夏无梦来说，他现在就可以不守乙去控场，因为你小丑如果说抓到一波这样的上乙节奏的话，他是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控场机会。是的，而且这边的话是已经排到了阿策的耳鸣。我觉得是不用管守乙，可能也是考虑到，因为他们另一台是在双11最角落，有点太远了。对，但所以他有点想去抓住这个幸运儿没有回光返照的这一点。主要是大副你溜不动。那现在的话，手乙的话，大副那边是应该能压好。是的，但他底牌过去的话，木偶师其实还是有点救不了，密码机还不够。其实木偶师他被架的一个位置是有点远的。对的，因为他没有变路易，刚刚失去的时候。所以的话直接开。变，然后路易，然后扛一锯，再把人救下来。那下来之后，其实幸运儿那边有点小卡膜了。对的，但木偶师这边是追不了的。啊，也是往大船去转点，两边都拉开。但这波的话，因为你底牌交过了嘛，但是其实也是没有打出来收益。对于求生者来说，可能这把就是一个平局了。比较平的一个局面。选择装无限锯，想去管一下大门，但大门点的一个进度还是比较多的。往小门走吗？小门的话，感觉不太好管。可以爆点给到阿策这里，可以往小房去藏，但没有，已经到小门附近了，所以说回不了头。这边的话还有一次变路易的机会，看一下脚印在藏，能不能找到呢？好像大概知道了。这边一个单板的博弈，骗到，那这个位置我感觉得利用路易往小房转啊。那他是还是待在这个短板了。那这样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好博弈。哦，一个临阵板直接把锯子断掉了。看一下，这边的话，幸运儿还在自起，进度还有点不太够。其实这样子打法，星耀梦那边是能续出来自己的下一个技能的。是的，而且有个问题就是这局还有个化险为夷，但是同样求生方这边应该是不打算要过来了。那一个翻窗还是倒地，其实拖了还是挺久的。没错。然后上了障距之后，这边。幸运儿毕竟没有带这个回光返照，所以自起来是比较慢一些的啊。加上他其实起来了之后，他的位置是有点被架在大船了，对，所以大副那边可能得稍微给一点压力，看一下幸运儿的一个点位。有传送，这边的话你刚起，其实位置大概能确定到大船的附近，但这边耳鸣响起，看一下怎么样抉择。哎，这也是发现了，看到大副了。那这样的话还有机会我觉得可以直接传送过去拦。这边脸上的一个幸运儿，但已经出门了。这个位置大副交怀表有点走不掉吧？等一个锯子就好了。看一下星欧梦的牌点，能走掉了，能走掉了。这个位置应该是能走掉了。对，是稍微有一点身位了。那也是极限走掉了。其实这波我感觉传送落地是有机会去争这个3的。对对对，他得第一时间打到一个变招。其实日常排位当中来说，就是学校面对这种有 OB 位的阵容来说，他会选择带一个窥视者。对吧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在击倒一个人之后，我选择插眼咒，再去反追的 OB 位。这个时候其实你密码机的进度是跟不够的，而且你喧嚣本身就胜在他一个追击能力很强，对吧？防 OB 能力虽然弱，那行啊，我不没有说特别的怕，或者是说特别的能牵制，就比较平均的一个阵容。那最终的话也是让气象选回去自己牵制的比较舒服的一个小船点位。严谨的话想要先去大门方向。对，这个位置直接去找博，
双球是直接上已经上到到两2个了。啊，就说他压迫感很足啊。是，一个双球惊喜给2颗球。还好守墓人他自己本身能够去遁地前行一下。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应该还是一个绕板区。那前面技能要好了，对，觉得可以贴近震撼神位。这边是非常聪明，不给贴近，但是扭掉了一个双惊喜，还有一个再给一下一刀。其实拿的还是比较快的，对的，且这个点的话，还是得下铲才行，然后这个铲基本上就不会自己出来了。就等吧。对，必须要等了，因为上个铲的话，他知道其实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交互点之后，就选择自己出来嘛。是的，不过这个点位的话，感觉还是得交一个绕场谢幕才能去对把它打出来。给了2颗球，还是我的上球好快，直接击倒。这样还是反而架住了海边的密码机。是把18那边赶走。不过18其实他本身也是带雷手化险为夷的，就还好，可以让他过来先开一波圈。总感觉这个绝地逢生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就是有可能成为伏笔。因为这边的话，你开圈的时候可能摊双倒的一个概率很大。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板间博弈，双惊喜下点位，给2颗球，给一刀开出来得了。去摊一个双倒，因为他移形其实还没交，我觉得摊双倒的概率非常大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以至于不带，就是我们刚刚赛前所提到的一个问题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守墓人那边，因为他本身就第一波牵制没有吃出来这个技能，所以我肯定是要摊你这个双倒的呀。没错。然后道具也不是很足了嘛，然后选择是带到海边的点位，然后这个自愈的同时，也需要等待队友过来去把它摸起来。知道，现在他们是安排了皮皮章先去摸一下18，毕竟是张狂线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你这个时间点就会比较久。那好在有气象学家这边是给到一个暖雨，然后在本体过去摸，点起来，同样状态应该是能回上。然后再让气象过来先卡一下守墓人这边的耳鸣。对的。哎，不过年景这边是直接发现了，感觉这个人飞人，那选择沉晕过去。其实拦的还是比较远的，对，不太好救，说实话，这里也有点压力的。对的，还有双重惊喜，直接给救下来了。也是摊到了气象的双倒，那你第一波救人又双倒，第2波又双倒，看一下守墓人那边能不能牵制出来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吧。那还有一丝铲子，但是大概率还是选择往角落去倒。多拖一会儿。看一下皮皮虾倒的一个位置。密码机他们现在其实还是差一整台了，而且多了一个倒地的皮皮虾。看一下这边排点，要不要选择直接排，还是选择管密码机？感觉年纪这边的一个视角是直接看。想要管密码机。是的。一个移形。远程空间，龙骨弓是给到一个眩晕。不过你开了2阶之后，其实整体的一个追击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打不开局。这个飞轮先交出来。再不成个眩晕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海侧密码机是不开，然后另外一边交出自喜，哎，但这里是没有给到剑。现在最后一台已经在破亿了。对的，移形交过，看能不能快速进行一波击倒，一个后撤步，击倒之后，密码机是一个30多的一个状态。但其实这波我觉得挂上周密码机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，而且你本身剩的密码机就没有说离得特别远，是一个比较接近的3连的位置。我觉得你这里的话也是等这个撕裂值过了之后再去控场。是的，因为他这个点密码机他们起修的是中场的这一台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皮皮虾这边是交过自愈的嘛，所以说后期上面如果说击倒了之后，远程已经是上到了2个惊吓标记了。对的，还差一个红汤，看一下。而且前面的话其实都是短板，感觉有点撑不住。龙飞人过来，再给一刀，直接击倒。那另外一边救一下，这边可以选择不挂。我觉得是可以挂，然后他先牵到中场那台，因为他知道中场那台其实并没有特别多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要把皮皮虾往中场那台牵，其实你密码机也修不了。是的。要挂吗？选择放下了。先放。可以不用挂，因为他没有自起，他知道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再去追18这边的话也没有自起，其实。他是一个是交了，一个是没带。对，但是好在路易这边是挡了一下，再给一刀，上球特别快，再给一刀没给到。是的，往回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调整皮皮虾的状态。我移形也好了，这边远程能看到吗？啊，是没看到，那选择叫移形出来。但移形过来的话，其实也是贴脸的。
波空了，但撑不住啊，气象这边。空了就撑不住了。对，这样的一个打法是要多抓的。如果你3个人去硬抢中间的这一台，哇，远程。这个击倒，那这边的话，半状态的公园手是没有任何道具，而且2个人都没有了自己，甚至他刚刚的这个远程是连皮皮章都还没有贴到皮皮虾，就已经击倒了。对。但年景这边还是比较稳，因为他是不确定18这边是有没有绝对红身的，他知道皮皮虾是没有，但因为当时他是用暖雨把18给治疗起来了嘛，所以说。对于年景来说，他可能还是会觉得你会有这个自愈的。是的，但是影响其实也不是特别大，因为你当时是选择了3个人去抢中场这台只有50的密码机，但是你其实状态也没有说特别的好，道具也没有特别多，所以导致你现在可能有点抢不开了。你现在再去起外围的密码机有点太慢了，因为它外面差的是一整台的密码机。好，排点双击也排到了，排到皮肤上的位置，这边没有道具，一个单飞轮，感觉很难把局势给扳回来了。是的，给到。还是前面2波双倒给到了太多的机会了。对。啊，再击倒。中场的下水道位置也是知道的。看一下，先把弓箭手挂上，那也是拿下一手4抓。这个年景太夸张了，就很恐的这种完全追不了，现在大家都是很公式化的一个追击嘛。是的。又或者说我追击的一个方向，我不一定选在终点了，就更多是在起点上面去抓你一个开车之后，再利用这个信号枪去进行一波牵制。啊，年景这边选在了鬼板的位置，那可能起追的目标就不太会放在空军身上了。但这个点的话，牵制上面感觉还是有点压力的。好，看一下起追的话，果然找鬼屋了。那这个点位是没有选择直接上2楼的，是先往前走，然后再绕回来。这边的话有个回溯，然后确定好位置，先把气囊给解决掉。皮皮章的话，现在也是往鬼板那边去转。其实年景他的一个残影是刚好留在鬼屋里面嘛，所以说让皮皮章这边是没办法转进鬼屋的，只能在鬼板的位置跟他周旋。那前面的话，这个板子也是可以直接拍，就是看一下你下一个气囊了。对，然后这边压迫走位，把你逼回去，手上有一个回溯，看要不要交，没有选择，哎，交了。那这样的话是躲掉了一个回溯，但前面的话感觉距离还是有刀。对，因为它其实这个方向弹那个方向跟回溯方向是一致的，对就导致说你没有办法用那个气囊来起任何的帮助。这个的话其实很容易牵制不动啊。双板的话就板前博弈了，这个硬补开的一个节奏了。实在不行就补个闪现嘛。对，击倒还是比较快的。1台半，这个击倒的话对于这样地图来说还是比较伤的。皮皮虾那边已经是动身先贴过来了，因为这把他是单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。不过年景这边是很快的看到了皮皮虾的走向。但我再说，你闪现是暴露了，我不用去博弈说你有兴奋的这个可能性嘛。看一下前面台子一交，往前压迫回溯过来，有刀。那到前面之后是一个大空地，那这把枪的话看怎么交了。是的。是往脸上走，这把先保着。但这里右边的那块板子已经清掉了，感觉有点想去摊一下。想去摊，犹豫了一下，但觉得还是不要了。因为毕竟他这样摊的话，可能会把密码机拖出来。是。那其实那个板子因为是清掉了之后，它真的很有诱惑性，很想去。对，主要是信号枪在，就信号枪在的话，你去摊的话，可能说周旋一波起来的话，你密码机就拖够嘛，就怕你外围又多开了1台出来。那这波的话可以让桥上的大副过来。对，看一下。然后大副救完人之后，先去补一下起点站的那台火灾，直接导到坏布马的方向。拦截的话还是不太好拦截的。但是第2段表示躲掉，看第3段再摇到蓄力刀没有蒙到位置，那有一波贴野的机会，给到刀拿到砸了1板，那这样无伤就很赚啊。而且这波的话，你等到化险为夷的时间结束，其实大副那边已经把起点站补的差不多了。这样的话，密码机是差2个小半台。密码机的量能不够，其实已经是挺多的了，密码机。对。这个点位挂上的话，还是要消耗很久的时间，那就看挂上之后怎么去衔接自己的2手节奏了。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话，就是让病患跟大副继续修，然后空军半状态就先跑就行了。
对的，因为传送 CD 也好了。但是可能考虑到跟18的一个点位会比较近，18那边是先提前拉走，对，先并没有去抢那台密码机。没错，因为站台这个位置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限制到格局嘛。密码机那边的话也不着急，可以选择多开台或者补要状态也行。是补状态的话，最好是空军自己翻箱子，因为他们还有2台遗产要去补。如果让大副去摸的话，其实有点拖密码机的进度，相当于病患是一个白牵制的状态。对的，勾手一交，大副已经是贴到第4台，传送落地，但这个密码机是大副在补，所以说并没有抓到空军，空军这个位置已经到对面了。大副选择硬修吗？这边摇第2段表带给打到，不过还好也是一个满状态，所以对，可以先拉走。这波道具其实就亏了，没有拖到时间，而且这样子打话，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于你鬼板那台它有点不太好修了因为它要。压住了。就你这波的话，其实交怀表，然后往外拉开，让监管这里会比这里较难受一处理大副点。其实处理的很快啊，而且他们的一个沟通是选择了外面新起一台，没错，过来一看梅尔明，那应该可以回速去挂，回速把人挂上。那边还得来得快一点才行，已经是准备过桥了。传送没好的话，其实外面那台还是比较有机会去修的。挂不过去，还是得原地挂。那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拦截到18来的一个位置方向。而且已经是知道你外围去新起一台密码机了嘛，所以现在只要打这个手椅就行了。你技能也还没好，留着这个技能去打开门战。主要拦的点位拦得很死，刚好到鬼屋这边压迫。病患倒是也还好，因为他手上也还有个钩爪。回速过来，打一刀，但是这个加速的话是足够到椅子面前。知道，而且开门战的话还有一把枪，没错，一会儿看一下这把枪怎么交吧。看一下怎么把2个人压在同一个门吧。对于年景来说，尽可能是这个半场解决掉2个人会比较好。但这边的话其实也还有车，还有钩爪，没有选择去玩车。上滑梯，但上滑梯的话，感觉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啊。感觉钩爪不好交啦，这个位置你不好交一个很好的转点钩爪的位置。对，而且你本来一个人在起点救人，一个人在终点狮子那台压密码机，你离门的距离就比较远。是的。就他怕上车的话，会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在车上的同时，然后我选择传送嘛，那这样子门的一个进度也等不够。但滑梯其实跟歌剧博弈没有一点优势啊。没错，传送落地，枪一交，那这样子回不去了。另外一边库嫂可以去进行一波救援，看一下还能回。那回来之后，回到这边附近，是的，库嫂但是没起耳鸣，因为枯草当时是卡在了鬼板的一个比较边缘的耳鸣，所以第一时间并没有起。年纪很细心啊，这边位置还是要去排库草，但这里还是没出耳鸣，看能不能排到前面进鬼屋了，有耳鸣了。那大概率能猜到人的一个方向，看到足迹。大副那边已经是拖不动了，因为手上已经没有道具。没错，那这边的话尽量就只短板，要把他一个身位架住就行。给到一刀没给到，留下一个残影先。但影响不大，因为这个点的话他是转不走的。没有道具嘛，主要是。就他板子博弈的挺好的，只是这个板子博弈的很好，也没有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。只要你有个道具的话，可能还有机会，但没道具的话，大概率只能拖时间了。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最终拿下一手3抓。且这把的话，其实开门战的时候，这个3抓，我觉得年景排点是很有说法的。不过化险为夷其实也是可以去多带一些，对，多带一些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虽然说牵制没多久，2个圈套下来也差不多了。对的。就硬拖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。但主要是你得去跑对位置，就千万不要给到桥上的病患。弓箭手站在鬼屋，弓箭手这个位置站鬼屋，得看一下这双方的博弈了。是的，因为我觉得歌剧他这个角色他。看一下也是起追鬼屋，但这边的话你看到两边的绕点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但这里江秋是选择上2楼，确定到没人之后再下1楼。这样的话就有点慢了。其实这个选点大概率人是刷在了靠桥的这一边，他不太会上2楼，不会上2楼。因为2楼的话，你的回数是可以架住这个下楼的位置。而且除非你是反过来选，我选在桥上，没错，这个时候他会上2楼。所以前期我觉得是给了挺多的一个排点机会了。而且这个身位是给的很足嘛，就可以安全的进入一些板区博弈。那这边的话就看龙骨弓的一个交到了。那前面的话应该配合后撤步。但是还是眩晕了。对，可以。那这里的话能够进入到鬼屋板区，能够再去绕一会儿。没错，这边的
的话骗到回数，身位没有很近，这边再配合龙骨弓再打眩晕一次，但前面的话还有2个板，对的，回数废掉，而且你这边隐约是断了，这样的话我能够拐右。一个后撤步。 再拉开距离，手上的话，飞轮应该是好了。飞轮进板，搏一系，但是是一个小插刀，闪现过来，再接一波震慑。但感觉这一波是有点失误，感觉飞轮终于不应该回来盖板，感觉。对，感觉他是觉得能砸到，可能。嗯，那其实身位挺近了。是的，那就看一下救人吧。因为佣兵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好去摊这个双倒。对。 而且他因为现在淘汰进度条会比较早嘛，所以你可以先去玩一会儿外面的板子。对，板子都拍了，所以说必须要监管处理一下。手上的话，刚才交了一个护腕，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省一下自己的道具啊。因为这张图后期的话，可能还是要找佣兵节奏的。来，把人救下。这边佣兵将护腕弹走。这边的话可以去导到2站附近。 跟上局的一个补兵马机以及导点来说，应该是比较类似，不其实整个都会比较常规一些。好，下一波的话，应该就是病患过来就再给多一个化险为夷。我们2个是先选择了抢了一下鬼屋的那台，因为跑点肯定是来不太及了嘛，所以先去抢一下密码机，然后让佣兵继续修，病患过来救。 不过下来之后，其实赤红那边也还有一些道具。对的，就看自己有没有说法吧。密码机应该不太会干扰到，对吧？这边先给上一个龙骨弓，然后往后面走。反正下来之后就是纯看个人牵制了，病患是肯定不会管他了。估计这个道具这样教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牵制空间，就尽可能拖时间吧。回去没打到。 回速过来，回到板中间，这边预判你的走位出来，哎，再回去感觉还是能打到。一个慢翻，真的是今天慢翻还挺多。哦，其实刚刚感觉是有点说法的。有说法的，其实江修这边也很稳，等你的一个移动轨迹之后再出来。是的，而且赤红那边感觉也是想要去预判江秋的一个回速嘛。对。那现在传送直接交出。 但传送落地的话是一个满状态的佣兵，感觉这里的话可能是探不到什么节奏了。是的，这边隔窗倒没有，还好。那前面的话还有个护腕，感觉吴昕翻的还是挺大胆的。对，回速过来有刀了，那就往起点带。是的，起点那台是已经开掉了。 然后选择是回头去管密码机，这个江秋反应还是非常快。而且江秋他其实没有多少选择，因为他现在传送交过了。如果你不管这个密码机，直接是开门战没传送。对，就围绕着密码机去打才行。是的，但如果是这个点的话，你刚好病患开完起点，可以跟佣兵带过去的，去调一下状态。我调完还能翻个箱。是，然后西洋这边道具也多，你要去追的话，其实西洋这个时候还不好追。是的。 所以说选择还是回头了，我觉得。但我觉得可以先追一下，因为你看一下求生者那边是调整状态，而且密码机没在晃，现在他其实不太着急回鬼屋的呀。那反而是这样子，是给拉扯出了空间嘛，就是现在是状态调好，而且没有人被追击，然后密码机那边的话，气象其实可以多开一台。是的，但这样的话，其实江秋是压缩了自己的多抓面。对。一个钩锁躲掉，但是前面的话板子是被消耗掉了，所以很难牵制，这里应该还是要持刀了。 还是回到鬼板的位置。但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前面已经是弓箭手玩过一轮了，所以板子剩的并不是很多。啊，给到一刀击倒。佣兵这边的话，感觉也是摸了一下道具，但是摸了一个镇静剂。然后把人再往鬼板挂，然后手上传送也好了。看这一波江秋。 要不要选择交这个船呢？因为它毕竟是要争3、争4的一个对局。是的，但是传送落地之后有个问题，就是在于你刚刚因为没有逼掉气象的状态，导致你现在就算传送落地，它那边是满状态有道具的气象，那鬼屋这边修好了还是开门战没传送。这边是找到了吴昕，但是一个板间博弈是直接砸到一头，那这样拦截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大机会。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佣兵，我就算吃你2刀，我还有机会贴过去。是。 道具上面是比较不好的，一个针如果开门战的话，我觉得会给到一定机会的。看一下，先博弈打到病患，但是病患的话，他可以先冲起点附近，还有2个钩爪，还有2个钩爪，而且佣兵是满状态，你不好抓。那这个时候这样点门，钩爪一交，
哦，你敢硬追的话，我就会选择上车。我上车，我就让你上车，我气象那边我就先不要贴太近。对，我可以这样去跟他说。是的，不过他们那边的话还是选择继续点门，因为江秋那边其实也没有选择你不太敢过去先找的2站。对，你不敢缴这个传送的。勾手右交上到滑梯，那这时候门已经拖开了，回溯过来，虽然说有刀，但是另外一边门也点开。是的，而且还有个满状态的佣兵，其实你传送过去也有点管不太到。这样子的话，过来之后风一吹，佣兵这边再拖一下自己的时间，另外一边自己应该是不太够的，还是一个平局了。但平局的话，其实对于成都GG来说是有点不太够了。这样的话也是恭喜家拿下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了。今天的话是打得非常的干脆。对。年级那边是2把多抓，然后求生者那边也是都到了这个底。